封神天宝，上善罚恶，赐福众生。二开天榜者，须灭除心魔，天人合一。我问你，受人侮辱，忘了吗？为我是爱背叛，忘了吗？不能忘！灭族之仇，忘了吗？不敢忘！逆徒，真铁石也压不住你心中的怨恨。心魔不除，你如何执掌天榜？那我便以血兽之躯降开天榜！天道有常，惩恶扬善，封神天榜，看！师傅，相柳，100年之期之事，心魔不除，请我强开天榜，否则天道犯事，尸骨无存。罢了，为师再帮你一次。4道会术，取4位国色，消你遭人背叛之恨。传你天门令，可号令天门门众，报你家破人亡之仇。师傅，消除心魔，天榜封尘后，就是你再回天门山时。相柳，切记不可操之过急，强开天榜，切记切记。徒儿谨记师傅教诲。京都柳家、玉城丁家、江海燕家、中州赵家、江海燕家，刚好顺路。江海，那江相辽终于又回来了。站在马路上发疯，你找死啊！抱歉，抱歉。朱雀灵剑，塞动。二小姐，朱雀灵剑，塞动。朱雀灵剑和柳家婚约100年绑定，这100年来如同死物，怎么会在此异动？难道是因为他？100年前，前任执榜人救我燕家于危难，并赐下白虎灵剑，许诺我燕家明登天榜。只等本届执榜人前来迎亲，便可让我燕家再续100年富贵。如今白虎灵剑显灵，那岂不是我们燕家？100年之期已到，执榜人江相柳迎娶燕家之女。江相柳见过燕家主，燕夫人，你真的是执榜人？正是在下，有婚书为证。这怎么回事？又是一个冒充执榜人的江湖骗子。燕家主，
此婚书乃天道所赐，唯有真容除赠，才能得到天道认可。而此刻雏凤消散，那就只有一个女人了。你燕家女人已非完璧之身。什么？家师于100年之前，就燕家于危难之间留下灵剑，定下婚约，以明登天榜为聘，对燕家乃有重任。对燕家就如此为愧了。装神弄鬼！装神弄鬼，一派胡言！你什么意思？这婚约我燕思思拒了。你是燕思思？拒绝婚约，你知道燕家会承受多大的损失吗？哈哈，损失什么？是登榜之路，还是举足荣耀啊？别再装模作样了，你根本就不是纸旁人。这婚书是死的，可以用来偷窃，灵剑显灵，也可以用现代技术来伪装，但唯独装不了，就是你身上这两句穷酸味儿。思思说的对，一个摇尾乞怜的野狗也敢冒充纸榜人？你说够了。你装够了吗？一个蝼蚁臭虫也敢偷窃婚书来向我燕家提亲？哼！若不是我不愿意在天榜将开时节外生枝，现在的你已经挫骨扬灰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就为了钱吗？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就当是我赏赐给你的狗粮，咬上它。滚蛋！赏赐？我师父100年之前下山救下4家，留下灵剑，定下婚约，助你燕家明登天榜，这才是赏赐。而你如今拒绝我的恩赐，那就等于自断燕家登榜之路。小子，你知道天榜代表的是什么吗？一人登榜，举足飞升；无者登榜，地能通天；商人登榜，万事昌。想登榜，靠是实力，靠是根基。别说你这冒牌货，就算你真的是纸榜人，我燕家的登榜之路，你断得了吗？你这冒牌货少在这装模作样，实话告诉你吧，100年前的债务与我无关，100年婚约更是虚无缥缈。我要的是触手可及的利益，我要的是此刻的荣耀，我想要的是庄上。诸位亲朋，我庄立海在这里代表京城庄家，向燕家求娶思思。我燕家横卧江海，名列南省，而庄家则是京城的名门望族，势力遍布全球。我们2家联姻，何须他人恩赐？更不屑那虚无缥缈的大饼。登榜封神近在咫尺，举足荣耀就在手中。而现在，你拿着这什么狗屁婚约，还有我赏你的骨头，好，很好，你燕家因罔顾恩情，私定终身，还视我如草芥，百般凌辱，真是好样的！老东西，干了什么？干什么？宝剑有灵，自然有怒。他怒你燕家忘恩负义，自私自利；他怒你燕家女罔顾恩情，却急不可耐，私定终身。江湖戏法也敢在这儿装神弄鬼？我本来想饶你一命，可是你却把我的宽容当成软弱。好，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！给我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！不必，燕家的大礼我受不起。今日你们燕家种下的恶因，明日必将自食恶果。思思，今天虽然赶走了这个冒牌货，但是万一真的纸榜人上门，那只要他能当我明登天榜，我燕思思不再也和谁结婚。思思，如果到时候那纸榜人真的上门提亲，你能够助我完成登榜，那你庄家定会在我的庇护之下
得道升天。我庄家必全力助你完成与执法人的婚约。师傅，你命徒儿下山借亲，本想助我斩除心魔，可你没有算到，这世间若是人心险恶、狼心狗肺之辈。既如此，执榜人已亲临江海，传令江海门众筹备封神盛宴，宴请江海权贵以及我那4位未婚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将心中的怨、恨、仇全部了结，斩除心魔，开榜封神。100年期满，重开天榜，又是一个人势力大洗牌。只是不知这天榜封神，今年又有几家能明登天榜啊？无论哪位家主登上天榜，我燕家必有一席之地。燕小姐这么说，倒也是不无可能。依照往期惯例，这历任执榜人啊，必须在各大家族中选一人为妻。燕小姐国色天香，蕙质暖心，看来今年的执榜人夫人可能评论燕家了。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那时尚插的灵剑名叫白虎，100年前，前任执榜人以这灵剑定下婚约，许下100年之后，现任执榜人以登上天榜为礼，娶我燕家之女。而今日，我将这灵剑插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现任执榜人，我燕家并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情，也是为了宣告天下，我燕思思即将嫁给执榜人。若真如此，那我南省4大家主从今往后当以燕大小姐为尊呀！只要诸位跟所有燕家，定能共享天道荣光，一步登天。我看这天你们是登不了的。又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开榜封神。一个骗子也敢说开榜，哼，简直可笑！你燕家嘴上说着不忘恩情，可却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岂不是更加可笑？放肆！一个骗子也敢侮辱我燕家，早上我就应该让你死在燕家。可是现在他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封神盛典乃是天门所举办，此处群英荟萃，名流云集。对于我们而言，这个地方乃是我们亲眼见证封神天榜开榜之圣地。但对于你而言，此处无异于是龙潭虎穴，刀山火海。我让你滚，乃是在救你性命，还不快跪下感恩戴德！区区庄家之子，也敢言救我性命；区区蛇鼠汇聚之所，也敢言龙潭虎穴。你们一口一个骗子，一句一声蝼蚁，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，就敢断言我身份卑微。莫非你庄家和燕家一样，都是一群虚有其表的蠢货吗？要是我走了，这天榜无人可开，你们还真是百死莫赎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今日便是来开榜的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凭什么开榜？凭你偷走的婚书，还是凭你这藏不住的这个穷酸气儿？封神天榜乃天道所定，执榜人更是天道亲自指定。你冒充执榜人，除了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之外，只会徒增笑话。好了，笑话我们已经看完了，还不快滚！本想再给你们一次赎罪的机会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无尽的羞辱啊！江相辽，我知道你对我图谋不轨，我也知道你费尽心机都想娶我，
但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在我等权贵面前，你只配跪下来当狗。差距就是，要是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就只配跪在门外跪拜。要是没有我开这个天宝，天地倾覆。我许你燕家参与这封神盛宴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乃是江家之子，亦是执棒之人。你说你举办这封神盛宴，为的就是让燕小姐后悔？不错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冒充大人物，那么我帮帮你。一会儿我让人把你身上这身垃圾扒光了，扔到大街上。好，你们觉得我身份卑微，不配当执宝人？没错。你们觉得我冒犯天榜，不配参加封神盛宴？事实如此。你们觉得我不配，更不能开天榜？对，没错。那今日我便开给你们看。来人，把这个狂徒手脚打断，挂在玄门上谢罪。谁敢？燕思思，诸位权贵，瞪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！天道有序，榜登万物，封神天榜，开！这份威亚，难道这就是天榜？不可能，执榜人身份何其高贵，怎么可能是一个路边野狗？有何不可？天榜降临，犹如天道亲至，谁敢冒充？谁又能冒充？既见天榜，为何不拜？跪下！我乃江家子，亦是执榜人。今日我挟天榜，按师命娶妻，赐你登天之路，不想却被你肆意侮辱。冥王亦有怒，今日我以天道审判众生。燕思思，我娶你为妻，赐你富贵，你却蓄意背叛，视为不忠。燕家，我上门提亲，你却忘恩负义，违背诺言，视为不义。还有你等权贵，我设宴邀请，你等却肆意刁难，视为无礼、不忠、不义、无礼。你们想怎么死？江大人，我们实在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才冲撞了您啊！念在我们误事者无罪的份上，请饶我们一命。无知不是罪，但无知还引以为傲，那是罪无可恕。江大人，是我无知，但我南家人是无辜的呀。许你捐出半数家产，保你南家子嗣一命。我赵家也愿捐出半数家产，只求大人饶我赵家子嗣一命。我等愿意捐半数家产，还望大人放我等子嗣一命。既然你们诚意悔过，可免死罪。大人，我也愿意献出所有的家产，只求你能够和思思完婚。燕家好大的脸面，3番2次辱我尊严，还要我娶一个不忠不义的荡妇。燕家是想灭门吗？江相流，如果你真的是执榜人，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开天榜封众生，而不是在现在以权谋私。你真的是执榜人吗？没错，你要真的是执榜人的话，那现在你就应该打开天榜，让大家一辨真假。到那时，你再大开杀戒也不迟。否则你就不是执榜人。请大人打开天榜，请大人打开天榜。好，那我便让你们彻底死心。天道有序，榜登万物，封神天榜，开！
不能开，心魔不除，硬开天宝，生死魂休。不行，家仇未报，使命未成，我还不能死。时机未到，天宝还不能开。是不能开呀，还是不敢开呀？诸位，我有理由相信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精心谋划的骗局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燕家低头，骗取江海权贵的财产。难怪当我们愿意捐出半数家产时，他就答应饶我。可刚刚那天宝啊，那不过是拙劣的投影罢了。小子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如此布置，你也算是人中龙凤。但是这天宝终究露了你的底呀！你刚刚狂妄放肆，现在全然反噬。此刻你想怎么死？当我手持天宝，你们这些人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，微微如狗。当我延期开刀，你们便是这副嘴脸，像疯狗一样。我看你们这些所谓的权贵，不过是一群没有脑子的废物和欺软怕硬的软蛋吧。那就加上我周家，你冒充执棒人，信我等权贵，你不死，我等权贵颜面何在？还有我，再加上我，你们都尚未确定我的身份，就敢妄断我的生路，就不怕被再次打脸吗？收起你那套虚张声势的把戏吧！现在有我燕庄两家带头，还有江海的权贵支持，你生路尽绝！来人！在我没有动手之前，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求饶的机会。哼，江相陵，你刚才那天下第一的气势呢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服软了。别跟着废物废话，清理垃圾，恭迎执棒人，动手！我玉成丁甲丁敬书，我中州赵家赵若婉，携四方灵剑，赴100年婚约。玉成丁家，难道就是统领边军、镇压一族100年的将军府？中州赵家就是那手握一地列土封王的异姓王。拜见执棒人。去了吧。他真是执棒人。燕思思，诸位江海权贵，2把灵剑作美，2大家族作保，现在能证明我了吗？你们的脸疼吗？江大人，我们也是受他叶家的误导，才一时糊涂。不管是一时糊涂，还是受人指引，冒犯执棒人，就该处死。我中州赵家在此起誓，与执棒人种主与共。与执棒人作对者，就是与我中州赵家作对。诸位，是要与我中州赵家作对吗？难道江相流真的是执棒人？等等，林小姐、赵小姐，你们怎么确定他就是真的执棒人呢？能够执掌这封神盛宴者，自然就是执棒人。难道还有人敢冒充执棒人不成？没错，赵小姐，他就是敢冒充执棒人的狂徒。我江海燕家可以作证，我们都被他给欺骗了。可是赵小姐，我与执棒人也有100年婚约，我们同气连根，我不会欺骗你们。他就是那个骗子，没人敢欺骗我玉成丁家。你想怎么死？几句话便能改变你们的立场，
你们这些权贵就这么蠢吗？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燕、赵、丁三家都已经携带四方灵剑抵达会场。执榜人会是他们？立刻让人准备重礼，我们去参拜执榜人。是。放肆！一个骗婚的野狗还敢口出狂言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？你们说我是冒充的执榜人，可这婚书也是假的吗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婚书是真是假？亲自受印，这婚书是真的。我这份也是。文书当然是真的，但是你凭什么证明你就是江相柳？没错，一个偷来的婚书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倚仗。作为蝼蚁，就该认命。你不该冲撞盛宴，更不该觊觎我几大家族。这么说，你们都要违约了？家师100年之前下山开榜，与4家结缘，定下100年婚约，为你江海燕家斥资100亿，留下白虎灵剑，助你成为商界巨鳄；传你玉成丁家行军方略，留下青龙灵剑，助你成为万军统帅；为你赵家与百族结盟，留下玄武灵剑，助你成为一方诸侯。尔等尽情享用着家师留下的恩赐，如今却又违约吗？你们难道就不怕天谴吗？灵剑异动，难道怕什么？这不过就是他的小把戏。江相柳，我燕思思注定要嫁给执榜人，注定要明登天榜，注定要荣耀万世。我不可能因为你这个婚约就嫁给你这个底层的废物。没错，这婚约是你偷来的，但不可能是你的。我丁静书只会嫁给执榜人。如果你执意拿着婚约说事，我中州赵家赵若婉退婚，我玉成丁家丁静书退婚，还有我江海燕家燕思思退婚。我京城柳家柳如烟不退婚。京城柳家携4方灵剑赴100年婚约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现在就是你的妻子。想不到我师父定下的4份婚约，今日只有1份生效。不过有1人足矣。柳小姐，既然你不违约，我江相柳日后定你。柳如烟，今日是天门举办的封神盛宴，执榜人即将亲临，你却为了这荒唐的一纸婚书，就要嫁给这个底层的废物？白纸黑字缔结违约，岂能肆意违背？与我4家缔约的乃是执榜人，并不是这个废物。若是谁人手拿婚书都可上门提亲，那我4家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你与这废物结婚，不仅让你柳家沦为笑柄，更是放弃了明登天榜的机会。你们不认婚书，我认；你们毁约，我柳如烟绝不后悔。不知变通，愚不可及。我看你跟这废物倒是挺般配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今日这封神盛典，我们3家就有幸明登天榜，荣耀万世。你就带着你这废物的未婚夫滚吧！该滚的是你们！我命天门举办封神盛宴，便邀英豪，为的就是当着天下人的面兑现100年婚约，以明登天榜为礼，迎娶4家小姐为妻。而如今你们3人尽数毁约，失去执榜人的支持，还妄想着明登天榜，妄想着参加盛宴。先不提你是不是执榜人，有没有执榜人这一说，但凭我江海燕家掌控一地经济命脉，配吗？金钱之物，在我看来不值一提。我玉成丁家掌控一方铁甲雄狮，配吗？兵甲之力，在我手中不堪一击。我中州赵家掌握一域各行各业，配吗？人脉关系，在我想来不过尔尔。你们眼中的人脉、谋略、金钱，都是出自我执榜人一脉，而你们如今却倒反天罡，自以为傲，在我面前炫耀，还在演戏？你真把自己当成天门高层，当成执榜人了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谁敢？够了！明明是一条在路边随时能踩死的路边野狗，为什么会变成甩不掉的狗皮膏药？柳如烟，你难道还不明白？这个废物
就是想借着这一纸婚书，还有我们4家一步登天。被这种底层垃圾记，真让人恶心。蝼蚁，怎样才能打消你龌龊的心思？怎样才能让你滚？是钱、权，亦或者要彻底断了你的念想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婚书本是我4家与纸绑人订婚的荣耀见证，如今却变成你这个废物威胁我们的制约。既然如此，你最好想清楚了。我师父以天道为鉴，以四方灵剑为证，以荣华富贵为理。毁掉婚书，就是彻底违约，天谴地怒。你们就和我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我要的是明登天榜，我本就不需要和你这个废物有任何瓜葛。这怎么回事？撕毁婚约，违逆天道，天诺剑法，这是天谴前兆。我倒要看这天谴奈我何！是不是我们只要撕毁婚书，你就会滚，不再纠缠？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毁掉婚书的后果，你们承受不起。好，都说不知者无罪，再三证明自己的身份，给你们3家机会，可你们却将我的宽容当作放肆的资本。既然你们得寸进尺，视我如狗，那我又何必忍让？朱雀，你们不是自以为世家权贵，自以为一方豪族，自以为高高在上？今日我便用这朱雀灵剑斩断你们的气，斩断你们所有的高傲。且不说你这一介废狗，就算死1万次也无法损伤4家之气运。就说这四方灵剑乃是执绑之人所赐，存放于4家多年，无人可动，无人可拔。就你还想拔剑斩怨？你觉得我不信你？我不需要你们相信，我只需要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陨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已经做绝，你还是不愿意滚出去？你以为当了狗皮膏药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吗？你以为有他有如烟的庇护，你就能够肆意妄为吗？错！执迷不悟，肆意妄为，就该死！大家小心！灵剑护主，被灵剑护主，怎么可能？莫非真能拔出灵剑？不可能！这四方灵剑只有我4大家族传人都拔不出，当今世界只有执绑人可拔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是虚张声势。不信，那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朱雀灵剑，营令出鞘！出鞘！我柳家等待100年，朱雀灵剑终于出鞘。不可能，一条野狗怎么会可能拔出灵剑？朱雀灵剑出鞘，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们认不认我？认不认罪？大人，我伯父别慌，这朱雀灵剑一直存在于京城柳家100年，而这柳如烟和这个废物关系密切，所以他能拔出灵剑，此事有蹊跷。哦，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京城柳家的阴谋？这废物啊，就是他找来的傀儡。怪不得你这条路边的野狗也敢有恃无恐，大闹着封神盛宴。原来这才是你的依仗。柳如烟，我本以为你是个自甘堕落的傻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有如此野心。你是想把我们3家赶走，然后独自登榜封神？只可惜你最大的败笔就是选择了这个废物去冒充执绑人。那今日就由我这废物断你燕家气运。白虎灵剑，何在？姓姜的，你要干什么？家师在100年之前赐予你4家四方灵剑，定下婚书。这四方灵剑不仅是信物，
还是镇守4家气运的神物江海燕家燕思思？你撕毁婚书，已经断你登榜之路。如今，我要力斩灵剑，断你燕家气运，将我师父赐予你的全部收回。我有一剑，可开天门，斩白虎，断财运。爸！白虎灵剑碎了。江相柳，你竟然敢毁掉纸榜人传下来的白虎灵剑！你竟然敢毁灵剑！你这是在向天门、向纸榜人、向我燕家宣战！我燕思思发誓，我会动用所有势力、人脉，将你挫骨扬灰！白虎碎裂，气运已绝，天谴将至，你恐怕再无机会了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刚刚收到消息，我们开发的数个楼盘倾覆，燕家股价暴跌1半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你不可能一剑就斩掉我燕家的百年基业！这只是开始，没有白虎灵剑镇运，没有婚书效应，燕家江河日下，不日便会破产。届时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还会不会有今日这般高傲？江相柳，柳如烟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，就是在针对燕家。无冤无仇，何必针对？自己作孽，何谈针对？我不管你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我劝你们立马收手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介意动用我所有的势力来针对你们。闭嘴！家师传下4柄灵剑，我今日也只斩4剑，庄定海还远没有资格接剑。第2剑，该你了。你刚刚不过是侥幸，你能借助他柳如烟的势力陷害江海燕家，难道还能动我玉成丁家的100万边军不成？百万雄师为国戍边，我江相柳敬佩之极，又怎会动？我要动的是你玉成丁家。青龙灵剑何在？第2剑，断青龙，士兵拳。又100灵剑碎了。江相柳，对我丁家做了什么？你怕？你们怕？在几分钟之前，你们高高在上，对我不屑一顾，对我肆意践踏，而现在又低头求饶，不敢有一点言语，好言好语不愿听，非要我出手才肯臣服吗？你们并不是怕我，而是怕接受惩罚。放心吧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江相柳，你回答我，对我丁家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猜？活该死啊！国主有令，玉成丁家勾结外敌，养寇自重，窃取兵权。不可能！我丁家为国戍边，怎么可能落得如此下场？是你陷害我丁家！为国戍边，立下功劳的是那些士族，而不是你们丁家这些蛀虫。你们丁家早就该死了，何须我陷害？刚才这2剑就斩断了2大家族，那是第3剑。第3剑，江相柳，我错了，我相信你的身份，我嫁给你。晚了，我再3给你机会，你却撕毁婚书，视我如狗。这一剑不斩，天道难容，我道心不稳。玄武灵剑何在？第3剑，斩玄武，回人脉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海族同我赵家断绝关系，你毁了我赵家100年积攒的人脉。错，你赵家的人脉，燕家的商业，丁家的兵权，全都是我师父赐予的。天能与之，自能取之。4剑我已挥出3剑，这最后1剑。江相柳，你这条丧家之犬闹够了没？
凡！郑坛主，您可算来了，我们得罪了执榜人，求您说情，保我南家。郑坛主，这天门与执榜人关系密切，您贵为这江海天门坛主，现在也就只有您能帮帮我们求情了。说情，像他，像这条丧家之犬吗？诸位都被骗了，你们眼前所谓的执榜人，就是当年的江家大少，如今的丧家之犬。我就知道，他一定是冒牌货。当年江家一夜之间被灭门，只留下这个废物苟延残喘。我和秋雨好心收养他，而他却私自逃离，直到今天。江相柳，5年没见，你怎么变得如此卑贱，如此愚蠢？唯一没变的就是你这副窝囊废的模样，和当年跪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废狗就是废狗，你一辈子也当不了人。看见你，我就庆幸当年甩开你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。5年前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江家大少爷，我是你旁边的跟班。5年后，我成为了天门坛主龙游九霄，现在他却成为了路边的乞丐。再见了，你是不是很意外？一点也不意外，因为就是我让你来的。大爷不才，今日乃是执榜人亲见的封神盛宴，你本身为天门坛主，自然要亲自参加，和你这个废狗没有一丝半点关系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毕竟是老相识，时隔5年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底，让你瞪大眼睛看着我怎犯人之道。苍龙自然遨游于万人之上，而你这种赖皮蛇只配腐烂在泥地里。放肆！你和冒牌货还敢跟天门高层如此说话？你知道天门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可是手握龙国、目视寰宇的存在。而坛主分管一城，论实力和地位，都在我等4大家族之上。挺厉害，但不知和执榜人相比如何呀？执榜人自然是至高无上，但我天门和他关系密切。虽然我不及执榜人，你这种废物想要压制我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郑坛主，这江相柳放肆妄为，他冒充执榜人，大闹着天门举办的封神盛宴，更是毁掉我3家的四方灵剑。江海燕家请天门出手，惩治恶徒。我玉成兵家请天门出手，我中州赵家请天门出手。江相柳，你真是作的一手好死。我本来只想收你为狗，但你要找死。既然3家都要求，那我就……我京城柳家，请天门收手。柳小姐，这事收不了。为什么？出手惩戒，那是为了维护公道；收手放人，那就是放纵恶徒。我郑一凡和罪恶不共戴天。郑一凡，当年你夺我未婚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维持公道？你对我肆意侮辱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罪恶？你现在满脸仁义道德，满口天下为公，也掩饰不了你内心的罪恶。江相柳你，我之所以让你2人来盛宴，就是凭我受人欺辱之怨，消我遭人背叛之恨。今日这一剑，就是为你们准备的。江相柳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以我今天的地位，不是你2句话就可以玷污；以我今天的权势，也不是你一把破剑就能够下。是5年时间，你能从一个跟班变成天门坛主，我就不能变成执榜人吗？当真不怕？就算你是执榜人又怎样？我是天门坛主，我只受门主。就算你是执榜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只要有天门，这天下任我遨游。在这江海，任我掌控。让你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天门令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天门？见天门令，如见门主。郑一凡，还不跪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天门给你荣耀，自然也会给你限制。一日为天门门众，一日受其掌控。郑一凡、张秋怡，现在能动弹了吗？
大人，我错了，是我永远不识泰山，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您让我一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饶你！背叛我的时候，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你又想饶我一命。这一切都是这一番的谋划，我是受他胁迫，不得已才会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你们二人辱我，叛我，害我家破人亡，让我双亲殒命。你二人不出，我心魔难消；你二人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大人，圣旨前本会有人指使，我只是一个小人，求您饶命。说，幕后真凶是谁？平顽不灵。第4剑，斩心魔，了恩怨。第4剑，斩心魔，了恩怨。3天，我只给你们最后3天的时间，把幕后真凶带到我的面前，否则你二人将是业火焚烧而死。朱雀，入校。胡爷，我们走。大人，按照婚约，你我现在已经是未婚夫妻了，那就不用这么慎重。你可以先回家准备，等我通报师尊之后，择日再。其实是我骗了你，跟你结婚的人不是我，该登天榜的也不是我，而是我姐。这把剑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。萧大人，是大小姐自己不想来应约，所以二小姐才将朱雀灵剑偷了出来，才会。请大人依婚约上门提娶我姐柳芳菲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还请大人不要取消婚约。谁说要取消婚约了？可您刚才不是说我要娶的柳家女从来都不是柳芳菲，而是这怎么会？我的未婚妻一直是你，把心放下，等我上门提亲。大人，我能否将这个机缘让给我姐？你要放弃明登天榜的机会。可是我更不愿意放弃我的家人。我偷走灵剑，只是为了兑现诺言，让我柳家免遭天谴。如今危机已经解除，这机缘就该让给我姐。她是柳家大小姐，论身份，论相貌，论资质，都……我不论其他，我知道你担心接下这份机缘可能会让你和家人们心生间隙，那我就抛开执宝人和天门门主的身份，以普通人的身份上门提亲。可是，这可是我做出最后的任务了。还有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偷梁换柱。我要是娶的不是柳如烟小姐，那你们柳家才会遭天谴。送你家小姐回京城准备。是。传令天门，立刻准备彩礼，寿礼送往柳家寿宴。传令天下，封神天榜延后7日。北国剑人司徒长青，女帝长孙玉，龙帝黄土龙洞道。我等恭迎大人。免礼，我们是特意来拜见现任执榜人的，执榜人大人何在？女帝大人，执榜人大人他已经离开了。今日执榜人大人来这江海设天门盛宴，开封神天榜，但是还未开榜就出现了一点意外情况，所以执榜人大人就离开了。奇怪，执榜人出事设宴开榜，我等乃为上任天榜前5，却未在事前收到任何消息。我们全力赶来，却连执榜人的面都没见到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们4家中，我燕家善财，丁家掌兵，赵家汇集人脉，而柳家掌控一地天门。我现在敢肯定，这一切都是柳如烟和江啸灵的阴谋。他们
他们冒充纸绑人，伪造着封神盛宴，为了避免暴露，所以才邀请了我们几家和这个江海的权贵。他们做这一切，就是想为了自己独登天榜。这世间竟然有人敢冒充纸绑人，假开天榜！天门发出消息，纸绑人决定推迟7天开榜。封神天榜乃天道所在，和众生万物息息相关，怎能随意延迟？一定是纸绑人听闻有人冒充他的消息，因此震怒，所以才决定延迟开榜。这2人去哪儿了？应该是回京城了。好，你们即刻随我入京，去与那假货对峙。女帝大人，我们遭遇柳如烟的陷害，现在需要回家来去调整。还有，我们也要绝地反击，所以我去。女帝大人，我们愿随你一同进京。我要亲眼看见那个废物死在我面前。好，你随我入京。至于其他人，将今日之事给我烂在肚子，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损伤纸绑人的颜面。是。江相柳，我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。天水行岑方之拜见门主。门主大人，属下按照您的要求备齐了彩礼、寿礼，调集天门门众负责押送。只是说。爸，姐，柳如烟，你一个私生女，竟然敢抢走朱雀灵剑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招惹了多大麻烦？这朱雀灵剑是上一任纸绑人留下的信物，更是我们柳家一飞冲天的凭证。现在只等纸绑人上门提前迎娶你姐，我们柳家便能登高飞升。可是姐之前说过，她要嫁的是京城王家少爷。胡说八道！我柳芳菲可是要荣登天榜的人，怎么可能嫁给一个世俗权贵的少爷？不要以为你一个私生女抢走了朱雀灵剑，就可以抢走我的未婚夫。你给我记住，你跟你妈一样，在我眼里都只是个贱种。虽然都是贱种，但是如烟还是有用的。如烟，一会儿收拾一下，等你爷爷大寿之后，你就嫁给我家。不行，我已经订婚了，我的未婚夫会在爷爷的寿礼上上门提亲的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也敢决定自己的婚事？我不管他是你从什么地方找来的野狗，我绝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。来人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被禁足了，不准离开柳家，不准和那个野狗有联系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，会出事的。放心，你的那个野狗未婚夫，我会替你处理的。请坐，请坐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爸，这是我和庄妃送给您的白玉如意，祝您岁岁延年，年年如意。好，好啊！只要芳菲能够嫁给纸绑人，让我们柳家明登天榜，那我定能年年如意，一定会的。王家王相如协贺礼上门拜寿。柳如烟呢？怎么还不让她出来迎接王少？柳如烟偷走朱雀灵剑，私自定亲，违法禁闭了。什么？难不成还要让芳菲替她嫁给王少吗？赶紧把她叫来！是。王家王相如
给刘老爷子祝寿。老爷子，请看，这个价值100万的极品血参，这个价值1000万的盘破白玉，这可是价值上亿的珍藏武学。好啊，相如有心了。这个是我王家给您的寿礼，也是给您的聘礼。今天我就当着诸位京城权贵的面，向柳家柳二小姐柳如烟提亲。提亲？你也配？江海江相柳前来祝寿，提亲？江家江相柳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。柳家的大小姐已经和池宝人订婚，你这个无名小卒还想和池宝人大人抢吗？抱歉，我提亲的是柳家2小姐柳如烟。刘老太爷，我与如烟已经订婚，这次是她特意嘱托我协理上门拜访。你们柳家是怎么回事？柳家2小姐同时和2个人订婚，你们是在戏烧皇家吗？王少误会，柳如烟只是一时糊涂离家出走，和这只野狗定下了婚约，但这绝不代表柳家。王少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就是柳如烟在外面找的野狗，长得倒是还挺人模狗样的。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。我江相刘协理上门，你们就要赶我走吗3，京城柳家就是如此无礼吗？2，我要见如烟。1，来人，打断4肢，给我丢出去！放肆！敢在柳家的寿宴上闹事儿，放肆的是你们！于情，我与如烟订婚便是亲戚；于礼，我协理上门便是客人。而你们罔顾情理，动手驱赶，堂堂京都柳家偌大门楣，便是如此待人的吗？亲戚、客人，这种称呼是给在场的诸位权贵的，而不是给你这种路边野狗、粗垃圾。像你这种小角色也配进宴会的大门？你进来就是对我们在场所有权贵的侮辱。这里不是你们乡下的小地方，也不是你会点武功就可以闹事的地方。识相的话，现在滚出去，要不我不介意替大家捏死一只蚂蚁。我江相刘今日协理上门，不为闹事，我1为贺礼，2为提亲。你们的这般侮辱，看在如烟的份上，我不予计较。但是，你们必须明白，你们此时此刻的恶语相向，日后将成为打向你们的子弹。所以，我还是劝你谨言慎行。说的不错，但是这种话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、一个小人物来说。什么样的人在什么位置，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。如你这般蝼蚁，就应该跪在门口说几句祝寿的吉祥话，这样我还可以赏你几根骨头。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刘老爷子，听见您说的这番话，我才知道为何他们会如此无礼啊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柳家？说到礼，你不是说协礼代寿吧？礼呢？靠你身上这个穷酸气，还是靠你这狂妄无耻的勇气呀？要礼是吧？正好，我今日为柳家准备了3份贺礼。贺礼1，祥瑞祝寿，1000年人参，拜读麒麟精血，产生镇天使5金。这份贺礼可足啊！能够拿出如此重礼，这江相刘到底是哪家人物啊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难道是野氏家族？不可能！先不说这1000年人参，就这麒麟精血和镇天石，也是世间罕见的宝贝。就算这个世界顶级家族，也难以拿出1星半点。这么多，肯定是假的。没错，这些宝物连我们柳家都没有见过。他柳如烟找的一条废狗，怎么可能会有？用所谓的稀世珍宝当货物，看似好大的脸，实际上却暴露了你废狗的本质。
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何必着急？我可是准备了3份贺礼，这一份只是我给柳家的寿礼，也是我准备的财礼。既然柳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收下第2份贺礼吧。便是罪碑审判。放肆！今天是我们太爷的大寿，你竟然送个墓碑来！你们柳家自持受执榜人庇佑，自持掌管京城天文，敢肆意妄为，敢无恶不作，那我今日为何就不敢送这罪碑呢？既然敢送这罪碑上殿，为的就是当众审判你柳家。区区石碑也敢妄言审判，简直可笑至极！小子，收起你那副装模作样的把戏，否则只有死！明明是一条从野地里窜出来的野狗，却非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。你带着一堆波兰来柳家提亲，就已经失足，现在还敢污蔑柳家？难道真以为靠着你拙劣的手段，还能取笑柳家2小姐不成？拙劣的手段，装模作样的把戏，你们可真是高高在上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揭下你们的面具，粉碎你们的傲骨。如烟，我知道柳家做错了许多，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等下再说。如烟，我就是为了给你面子，今日才亲自登门，才准备了一份贺礼。但天道公正，有赏就有罚。我今日若是不当庭审判，那天门的威严何在？执宝人的威严又何在？可是，爸，爷爷，我求你们立刻向小刘道歉，或许还能保住柳家。柳如烟，你盗取朱雀灵剑，私定终身，本应受到重罚。但是今日王少亲自上门提亲，这才破例放你出来。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立刻向王少道谢，并且许下婚约，而不是在这儿跟一个乡野废物演戏。这不应该，让堂堂柳家家主是不是要对你道歉？作为私生女，就应该像狗一样听从安排，而不是在这儿放肆。如烟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你千方百计要保护的家人，这就是你那高高在上的至亲。昊天的权力已经蒙蔽他们的双眼，高高的地位已经让他们心中的亲情荡然无存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的提亲你们可以不认，但我的罚你们必须得接。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我们柳家掌控一地天文，论实力讲地位，在京城，甚至在整个龙国都是顶级的存在。就凭你一介草民，你可以审判我们？来人，将他拿下！柳如烟，你真的是一个贱货！我们柳家真的是白养了你这个叛徒。既然你要守护他，我就成全你们2个。现在就将你们2个一起沉入海底！你错了，如烟不是在护着我，而是在救你们柳家于水火。只可惜呀，你们柳家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就算是龙国国主亲至，也护不住你们。柳家众人还不跪下听审！柳家众人还不跪下听审！我怎么站不起来了？狗东西，立刻收回你的手段，否则我走！他敢打我！安静听审！你柳家有4罪：1罪为贪，为一己私欲，横征暴敛，致人家破人亡。家破人亡，我乃柳家，自然该享受这一切，何罪之有？执迷无误，该罚。妈，你头上……废物！你给我做了什么？朱红批示，我已经确定你的罪名，只等天谴。2罪为慢，夜郎自大，高高在上，肆意践踏他人。我没有，都是那些贱民故意来冲着我的。该罚。3罪为贪，践踏他人，妄造杀孽，
该罚！自谑为赤，势力不明，是非不分，该罚！柳家的种种罪行，我已用朱红批示，只等天谴。今日你们柳家必亡！柳家，你灭不了。柳家，你还灭不了！于大人，你可来了。是我来迟了，让二位受委屈了。于坛主，这个狂徒擅闯我柳家寿宴，带了个墓碑作为寿礼，还妄言要审判我们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柳家做主啊！请诸位放心，有我于上有在，这京城还没人能动得了柳家。于上，你到底是京城天门坛主，还是这柳家的一条狗啊？天门坛主又如何？京城柳家可是同执榜人有婚约在，如今执榜人将在4天后下山开榜，柳家大小姐便能如约同执榜人完婚，明登天榜。届时，柳家将会鸡犬升天。如果能在柳家门前做一条狗，那是天大恩赐。而你，居然敢扬言要灭了柳家，你也配！执榜人要是知道柳家是这副德行，他还会娶柳家大小姐吗？所以，我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。于坛主，这小子会些功夫，立刻召集天门高手，将这小子拿下。是。天门门众何在？你能调动天门众人，我江相刘就不能吗？天门门众何在？他竟然也能操纵天门门众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们说，我是谁？天门令，你是天门门主？不对，跪下！我以天门令挟制天门门众，这下信我不信？这些都是你的妖术，还不足以证明天门令的真假。我进入天门有数十年之久，天门中之人我也认识7、8分，但是这些一个都不认识。于坛主，那您的意思，这些人都是假的，但他也是假的？还妄言要审判我们柳家，现在连你的判官都是假的，你还怎么审判？本以为是过江龙，没想到就是一个软脚虾呀！爷爷，相刘他不是冒牌货，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否则柳家真的就完了。执迷不悟的是你，你联合一个外人演戏，想搞垮我柳家，接替柳家大权，其心险恶，其罪可诛。你们说我傻也好，是也罢，但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……无言，人的偏见就像是一座大山，如果他们不相信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不过，倒是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，让岑方之滚来见我。我天门36护法之一，天所星岑方之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那是连我见面都要让3分的存在，你竟然连他都想让他滚过来？没错，我正是让他滚过来。你伪造天门令以示死罪，现在竟然还敢侮辱我天门护法，你是想与诛满门吗？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让岑方之滚过来！是。演戏演到你这种份上，还真是让人惊叹呢。我不管你是在演戏，还是在自欺欺人，立刻把你手中的那个册子给我交出来，我还可以留你一条生命。那可不行，这本册子当中记录的可是柳家这么多年的累累罪行，一点都不能少。真是不知死活！天门门众何在？给我将这个狂妄之徒剁成肉糜！是。是想死吗？都给我滚！岑护法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陈护法满脸杀气，一定是有人伪造天门令而生气。大人，就是他！这个人闯进我们柳家，伪造了天门令，还想冒充天门门主的。你闭嘴！
属下岑方之拜见门主。先起来吧。岑方之，柳家的这些人不相信我的身份，还质疑我审判他们的资格，还要将我挫骨扬灰，石沉大海。你也要一起吗？属下不敢。村姑板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这就是一乡下野狗，怎么可能是天门门主呢？天门门主是什么存在？手握天门，掌控寰宇，岂是这种小角色可以比的？大人，您抬起头，再认认他。你是说我有眼不识人？你是说大人身份卑微不及蝼蚁？你说你柳家可以只手遮天，肆无忌惮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们欺的、辱的正是我天门之主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天门门主呢？柳如烟，你一个私生女，从小就被我踩在脚下，现在怎么可能傍上天门门主呢？这个贱货，就只配垃圾，只配废物！好你一个私生女，竟然敢打我！是，我是私生女，可这是我的错吗？我母亲早婚，这些年我在柳家寄人篱下，对你们百般讨好，为的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。可是你们呢，把我当成草芥，当成工具，特别是你，一直以来你都拥有更好的东西，却还要抢走我的一切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。我的幸福，我要抓在自己手中。你该不会以为傍上区区一个天门门主就可以压在我头上了？我可是要嫁给执榜人的。知道什么叫执榜人吗？手执天榜是仅次于天道的存在，他的权力地位，不知道比你旁边的这个天门门主高了多少倍。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压在你头上。没错，区区天门门主算不了，他欺不了我柳家。直等执榜人出现，京城这龙国还是我们柳家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柳家愚蠢。我本以为你们柳家只会恃强凌弱，恃宠而骄，可现在看来，你们最擅长的不过是做梦罢了。我说过，执榜人是不会娶一个品德有失之人的。大人，我们柳家冒犯了你，我可以向你道歉，可以向你做出赔偿，你又何必断我柳家出路呢？断你们出路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自己，是你们手中欠下的冤魂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，你们只是害怕承担后果。像你们这种人，应当如何改变？只有死路一条。饭袋乌合之众。好，我问你们，这就是你们柳家给我最后的答复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谁让你只是区区的一个天门门主，跟执榜人跟天道比起来，还是差了那么多的。在我眼里，你也永远都是一条野狗而已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柳家可真是不负众望。那你呢，于正？你身为京城天门坛主，此时此刻，你将作何抉择？于坛主，只要你加入我们柳家，我可以在执榜人面前
保举你新任门主。先谢过刘老。您放心，我一直是柳家的朋友。于上九，你这是背叛！三户，谁会拒绝一个与执榜人结交的机会？与执榜人结交，等同与天道搭线。天道之下，纵横无忌。你也做了几十年后，难道就不想更进一层楼吗？这荣华富贵已经摆在眼前，怎么放唾手可得呀？想成不可以语病。我陈方之自认为为了这天门尽忠职守，立下无数功。现在看来，我有3错。第一错，没有早点认清你这个叛徒的嘴脸；第二错，没有早点将你柳家罪行公之于众；这第3错，竟然让我们这帮废物侮辱我主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所有人，先把这个废物干掉，再干掉这个盟主，都给我上！执迷不悟者死！皮肤也想看树。我之所以沉默不动，是想看还有多少不知死活的蝼蚁，是想看看现场还有没有无辜之人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此处蛇虫汇聚，这穹顶之下，没有一个是冤枉的。江相刘，你考虑清楚，我们柳家和执榜人定有婚约，你动我们，那必死无疑。我们怎么着也算是皇亲国戚，就算是有罪，能动我们的也是执榜人，而不是你区的天门门主。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忘了今天的事儿，我还可以让执榜人给你一个荣登天榜的机会。一口一个威胁，一句一声侮辱，事到如今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既然无药可救，不如直接销毁。如烟，这个时候你还要为他们求情？他们虽然负我，但毕竟是我的家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们死去。少整那假惺惺的演戏了。你知道他不敢动我们，所以故意在这儿给自己找台阶下，拙劣的手段。你闭嘴，相刘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奢求太多，但是你我夫妻何必说这些呢？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杀他们，但是必须夺回他们拥有的一切。我要夺走京城柳家的骄傲、资本和他赖以生存的一切。你脑子坏掉了吧？柳家能成为京都的豪族，执掌一方天门，靠的那是执榜人的恩赐。你嘴巴一张就能给夺走吗？让他说吧，要是说了这些能让他找回一点天门门主的面子，我们不介意。我们虽然不介意，但是不知道执榜人会不会多想，所以我劝江门主，你还是考虑清楚一点。你要是现在立马跪下来给我们道个歉，说不定我们在执榜人面前能替你保密。不然的话，不然怎样？你们当真以为我在说笑话？你们柳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天道给的，天既能与之，便能取之。我今日登门送上的第3份贺礼，也是夺走柳家的一切。朱雀灵剑何在？朱雀灵剑不是被封在家中了吗？你竟然能操控朱雀灵剑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眼中的废物野狗，不仅是天门门主，还是执榜人？可能这不可能呀！现在我有资格审判柳家了吧？不可能！柳如烟的未婚夫怎么可能是执榜人呢？执榜人不对，执榜人，你明明是我的未婚夫，你怎么能帮着他呢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秉持公道。我帮的是那些被你们柳家欺辱过的人，而且我的未婚妻也不是你。凭什么？她柳如烟就是一个贱人，一个私生女。我柳芳菲论身份是柳家大小姐，论资格更是有婚书绑定。她柳如烟哪一点比得上我？就凭他一开始便信守承诺，就凭他心性纯良，就凭
我的未婚妻早已由天道为柳如烟。不可能，谁不可能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，抢走本该属于我的荣耀，抢走我的一切。爸，你帮我！你给我闭嘴！大人，我们也只是一时冲动，我们认罪认罚。但是你要是跟柳如烟结婚的话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再给我们柳家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错误都改正。一句认罚就可以既往不咎，一句知错便可以从头再来。你们当天道是什么？是玩笑吗？我为你们柳家准备了3份贺礼，这第一道是祥瑞贺寿，第2道是罪碑审判，你们都不接受，那这第3道你们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第3道贺礼，剑碎断魂。第3道贺礼，剑碎断魂。大人，毁你朱雀灵剑，断你所有机缘，灭朱雀神剑碎了，我们柳家完了。爸，大人，朱雀灵剑毁了，我柳家彻底完了，求您收手吧。还不够，我说过要毁掉你柳家所有的骄傲、资本和赖以生存的一切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本方志，属下在从此刻起取消他柳家在京城天门的所有权利，查抄一切财产。是。诸位，请吧。至于你，大人，我知道错了。大人，判我天门，我以天门门主的身份判你。区区蝼蚁，还真会演戏。刚在江海演完执掌人，现在又开始装天门门主了。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们又是何人？连我们都不认识，还敢冒充执掌人，冒充天门门主？天榜第2，长孙玉；天榜第3，司徒长青；天榜第4，黄龙斗。玉帝，美国剑神，皇帝，3位上任天榜强者竟然齐日京城。我等今日来此，是为了揭穿此人的真面目，是为了维护执掌人的威严。你们眼前的这个人，是来自江海的一个底层小角色，根本就不是执掌人，更不可能是天门门主。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江相柳，我特意从江海回来，就是为了揭穿你的虚伪面具。当日你在江海冒充执掌人举办封神盛宴，骗了所有人，但是女帝大人一来就揭穿了你的谎。现在我要把当日你给我的所有屈辱10倍100倍的还给你，我要让你受尽折磨。江相柳，有人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说什么呀？说你们愚蠢，还是说你们有眼无珠呢？堂堂天榜前5，仅仅是听信了几个小人的谗言，便断定我是冒充身份，真不知道你们脑子在哪儿！放肆！你不仅冒充大人，还敢质疑我等，真是好狂妄，好放肆呀！如果我当真骗了你，我又是如何拔出的朱雀灵剑，又是如何出动的天门护法？我知道了，是柳如烟。柳如烟曾经盗走了朱雀灵剑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对，还有他陈方知，他早就对柳家对我不满，所以才会联合这个废物，伪装天门门主和执掌人，目的就是为了铲除我们，好控制京城天门。你们真是好心机，好手段，只可惜女帝大人到场，你们一切阴谋都无济于事。一切真相大白，你们的伪装尽出，现在立刻跪下，自负双手，随我们面见执掌人谢罪。或者，现在就废掉你的4肢。你干什么？这么低分，我明明给了你3天时间，你却为何如此着急找死呢？郑一凡，我说过，给你3天时间，
让你带着害我江家的幕后真凶来我面前谢罪，否则你将受业火焚烧而死。现在距离3天之约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你不仅没带来幕后真凶，还敢在我面前放肆，怎么连最后1分钟都不想等了吗？大人，求我，在我面前还敢放肆，找死！怎么回事？为何我心中一颤剑，不敢拔剑？立刻放人，否则我现在就格杀你！如果不是你冒充执榜人触怒真的执榜人，我要带你去问罪的话，此刻你已经是个亡魂了。你还不放开我！江相流，你以为你自己很能打吗？今天有3位大人在场保护，你能奈我何？还有，今天我就站在这儿，但是你永远也报不了夺妻灭族之仇。我不动你，并非因为不敢，而是想脏了我的手。1分钟到了，3、2、1，你敢吓我？老子没。小小手段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谢他，这就是你骗人的小把戏，玩够了吗？红莲业源于因果，即便你是天榜第2，也不可能熄灭。郑一凡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出幕后真凶，否则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有几位大人在场，今天死的必须是你！你这些装神弄鬼的手段，还真是骗得我们柳家好苦。这一桩一件件，我们都要讨回来。还有你，柳无言，你为了赢我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只可惜假的就是假，你山鸡永远变不了凤凰。你说够了？你活够了？好，我给你的仁慈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机会用完了。怎么可能？快帮忙！连我们天榜前列都无法抵抗，这到底是什么邪法？邪法？你没见过的功法就叫邪法？你不知道，就是天法，挡你们活了几百年，数次明登天榜，竟然是如此的是非不分。但如今在我看来，可要对这些人加以限制了。想登天榜，必须带着脑子。唐突，别以为你用邪法毁掉了人证，就可以摘到骗子的身份。我今天必须将你带走，向执榜人谢罪。只有这样，执榜人才会息怒，才能立刻打开天榜。原来就为这点小事来找我麻烦。什么叫这点小事？你知道封神天榜意味着什么？千万年来，天榜100年一开，此乃铁律。如今天榜无缘无故迟来了7天，毁我机缘，坏我一步登天之计。只有明登天榜前10得天道认可，我才能继续领悟剑法，才是真正的第一剑士。只有荣登天榜前10得天道赐福，我南国才能万世昌盛。而这一切皆因你延后。为了我南国，为了这天下，今天我们必须擒住你。何须多言，抓住他！小子，我本不愿伤人，但你若反抗，我一定废了你。说够了，姓江的女帝大人，心怀慈悲，而你却如此狂妄。大人，对付这种杂碎，您绝不能心慈手软。既然你不愿束手就擒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废话太多，找死！这就是天榜高手的实力，果然震天动地。一个骗子能够引得天榜高手出手，也算是他的荣幸。小心！
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骗子，怎么可能抵挡住女帝大人的一击？不可能，天门门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。半成功力还不够，堂堂女帝居然连一个小骗子都拿不下，我看这天榜第2该让位了。闭嘴！你小子，本想饶你一命，但你不知好歹，让我丢尽脸面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了。这就是你的全力一击吗？软弱无力，我可真是高看你了。小子，别狂，我来会。还不够，再加上我们，姓姜的3大高手一起出手，你必死无疑。老夫活了几十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数位天榜高手一起出手，这小子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这就是挑衅我们柳家的下场。打够了吗？你们说够了吗？打够了吗？到我了！你到底是谁？到现在还能问出这种愚蠢的问题吗？你们说身份可以造假，天门令可以伪造，那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实力也能伪造吗？枉你们曾明登天榜，枉你们拥有一身武力，枉你们自诩为天下苍生，却是一群没有眼睛的蠢货！你们听信几句胡言乱语，就敢妄断他人生死吗？江相柳，当着几位大人的面，你还敢喝诉他们？你给我闭嘴！口口声声说柳家知错了，你们所有人都知错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毫无悔改之意，你们是害怕惩罚。当着几位大人的面，你还想审判我们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是，告诉他们我有没有资格。京城柳家，滚过来！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天门门主，亦是执榜人。对，拜见执榜人。你说现在我有资格审判柳家吗？大人，看在如烟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机会早就给过你们了，是你们柳家自己不珍惜。你们柳家恃宠而骄，倒行逆施，违逆天道，我能容你们？天理不容！陈方志，属下在，抓捕所有柳家人，公开审判，有错者罚，有罪者斩。属下遵命。至于这满场权贵，大人，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柳家的事情啊，我们是无辜的呀。我们只是来参加寿宴的，所谓犯错啊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想要博一个万世繁华，忘了，想要博就有风险，想要博就要付出代价。交给你处理了。属下明白。各位，走吧。恭候门主。少年侮辱，忘了吗？相柳，没事。如烟，你可知道我为何在封神宴上要开炮？要延迟到7天之后吗？难道不是因为生气？是因为我心魔未除，遭人欺辱之冤，亦遭人背叛之恨，家破人亡之仇，我们怎能轻易开炮？如今这个一番已经身受红莲印焚烧而死，我的一道心魔已经出去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回江海。已经6天了，京城为什么还没有传来江相柳被抓的消息？江相柳毁掉了四方灵剑，毁掉了婚约信。如果再不抓住他，我们再无和执榜人结婚的可能。这样下去，我丁家可就全完了。我赵家也是如此，
6天来，百大家族陆续与我赵家解除联盟，中州王只剩下一层空壳。我燕家也几近毁灭，我爸还在医院住着重病。爸，真如江相柳所说，这些都是天谴。狗屁天谴，都是骗子！偷听我们谈话，你找死！现在可以谈合作了。偷听我们谈话，你找死！现在可以谈合作了吧？三江会，黑藤雄一，天榜第9，樱花国黑皇，是上任天榜第9，但这一次我必定登榜第1。怎么？不相信？只要我君临龙国，有一国龙脉的加持，区区天榜算得了什么？我甚至能凌驾于执榜人之上。你说这些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我花费数年时间避开天门视线，在龙国安下棋子，却在3天前被人拔掉。你说的棋子，该不会是郑一府的？他只是其中一个，我布下的棋子遍布龙国，也包括我们。当然，只要我们合作，我君临龙国，登天榜第1，而你们也可以明登天榜，挽救家族。你这是要我们叛国？我是让你们永世繁华。合作可以，但是你要让我们看到你君临龙国的实力。是你。真主，天门所有势力调查了郑一涵一家，发现他从7年前开始就和樱花国的三江会接触密切，而且在调查过程中，我们还发现上任天榜第9的黑藤雄一秘密来了江海，去了燕家。原来，当年谋害我江家的，竟然是这大名鼎鼎的三江会。传我天门令，明日我将在江海举办婚礼，迎娶柳家柳如烟小姐，同时开天榜。是。得此妻子，我必定能消你遭人背叛之恨。我江相柳以天道为誓，娶柳如烟为妻，不负天道，不负情。京城三家到。一个骗子的誓言，怎么听着这么刺耳？你躲过了女帝大人的追捕，居然还敢在江城举办婚礼，江相柳，你可真够狂妄的。3位若是来观礼的，大可在旁就坐。我们既是来观礼，也是让你送终。你害我丁家全族入狱，你害我江家人脉尽失，你害我燕家基业全毁。这一件件一桩桩，你今天必须偿还。你们3家能高高在上，都是因为我，而能沦落至今，却都是因为你们自己撕毁婚书，违背盟约。我当然要顺应天道，将本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拿走。俗话说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自罚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我们不就是反驳了你这个假冒执法人的骗子吗？我们这是在为天下的人谋福利，这是在维护天道的威严。你凭什么罚我们？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大公无私，说白了，你也是为了一己私利。一个敢冒充执榜人的杂碎，没有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。江相柳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束手就擒，同我们一起去执榜人面前谢罪，讲述你盗走婚约、损毁4方灵剑之事。只要我们还能完成同执榜人的婚约，只要我们还能明登天榜，我们就饶你一命。我说过，我就是执榜人，今日来江海，既是举办婚礼，同时为了开榜。执迷不悟。三江会武是，没想到你3家竟敢勾结樱花，这是叛国！不，我们是联合三江会铲除你这假冒执榜人、违逆天道的恶贼。江相柳，因为毁了我们3家的势力人脉，就可以安然无恙了。三江会黑武士在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投降或者死。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手段了。也罢，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
将出你们的后盾，使出你们所有的手段。我江相柳今日就在这里等着。怎么没了？雷腾雄一就派了这几个臭鱼烂虾来帮你们了，他人呢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们三家勾结樱花国三江会，联合飞黄飞腾雄一，自以为是维护天道，实则乃是为了出卖龙骨，换取自身利益。你们心中打的这些算盘，真当没人知道？江相刘斌，燕思思，你们今日以为是来向我讨债的，实则是我来向你们问罪的。江海燕家燕思思，中州赵家赵若婉，玉城丁家丁敬书有叛国之罪，尔等可认？只有胜者才有资格审判。丹江黑会武士听令，杀了他！分帮之何在？区樱花国武士，犯我龙国者，死！天门，江相刘，你竟然投靠天门？换个说法，是天门臣服于我。怎么可能？堂堂天门怎么可能会臣服一个骗子？这些肯定是你找的演员。我可以证明，他们不是骗子。天门36户天已经拜见了你。什么？他是天门门主？张子举，36护法未得征召，不得擅来驻地。你不带中州驻守，来江海何干？属下听闻门主出事，又在江海成亲，属下特意前来祝贺。只等送上贺礼，立刻返回中州驻守。一片好心，算了。这是属下特意在中州搜集的特产，虽不珍贵，但这一片呢。门主，三娘，三娘，退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此举你道不道？你居然敢卖饭门主！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严小姐口中的骗子，竟然是天门门主。曼陀罗花粉的滋味好受，玄铁利刃的触感舒服啊！就算你是天门门主，中了我这2招，你的实力也得折损9成。我本以为你就是一个底层的蝼蚁，到处欺骗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天门门主。但那又怎样？此刻你还不是像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所以，宗子举，你也跟燕思思一样，早就通敌叛国了吗？这不是背叛，这是逆天改命。封神天榜100年一开，分封天下，润泽万物，这是大机遇，更是大变革。我屁股下的位置也该变一变了。我当够了护法，受够了任人驱使，老子要当人上人。成为天门护法，胡一方飘逸，万人掌打都不够吗？不够。你看他妈赵家，不过就是和执宝人有婚约，就有明登天宝的机会，就能指挥百族。就连我也得胜我3分。要是我能和执宝人打上关系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也有君临天下的机会？你这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婪成性。我就是贪婪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上天都在帮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抓住冒充执宝人的骗子，但现在上天让我重伤了门主大人，这就是启示。我宋子举就是要成为新任天门门主，而你就该死！你们怎么可以冲着我来？我想还有柳如烟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？你何必在这装什么痴情？本以为你是我们3家中最傻的那个，没想到你竟然藏得如此之深。早早就发现江相刘是天门门主，所以才做此投资。真可惜啊，差点就让你成功了。既然你这么想救这个垃圾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不如让你这位新娘子给我们磕头赔罪，如何？
好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对吧？只要你愿意跪下磕头，那我可以饶江笑流的命。好，我磕，只要你们能够愿意放过香柳，你们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吴许贵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个世上没人能让你下跪。门主大人，你现在身中奇毒，身负重伤，我稍微动手就能让你死，可你呢，还在维护你那可怜的尊严。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想看到你尊严丧失的样子。哈哈，来人，把门主未婚妻身上的衣服给我一件一件的扒下来，我要当着门主的面让他看着我是怎样羞辱他的女人的。童子举，你够了！不可能，你比你还强大，对吧？我要是没有这实力，我又怎么敢放肆？又怎么敢肆无忌惮？又怎么敢图谋门主之位？当着门主的面强其妻子。刘小姐，你现在是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好。你明明身负重伤，明明就要被你宰割了，对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曼陀罗花粉吗？你得拉起罢了。这个就是你所谓的玄铁利刃，是这破铜烂铁吗？宗子举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和燕思思合作了。你们都是一样的盲目自信，一样的愚蠢。刚才我伪装虚弱，只是想调出你们背后的人，没成想太过狂妄，竟想对我的女人动手。宋子曲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找死吗？这难道就是天门门主的实力？一个眼神就让护法重伤。现在你们可认罪？大人，我们从未想过叛国，我们只是想完成婚约。这谁也想不到呀，怎么能是天门门主冒充的执棒人呢？这不是冒充，而是伪装。大人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，但是大人，我们也是不知者无畏呀。还请大人饶我们一命。好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既然你们刚才愿意给我机会，我理当心存感激。既如此，你们三人就一起结伴上路吧。黑藤雄一，你这几枚棋子太弱了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不敢亲自出面吗？天门门主果然雄才伟略，实力非凡，黑藤雄一佩服。黑皇大人，如此反拒小人，实在恶心。黑皇替门主清理。黑藤雄一，别演戏了！你樱花国三江会擅闯龙国，这笔账可不是杀掉一条狗就能算清的。门主，您误会，我三江会最守规矩，从不犯事，更不会擅闯龙国，对吧，燕小姐？对。对什么？那5年前你指使郑家灭我江家满门是对，勾结三家意图入侵是对，还是你如今站在龙国的疆域上肆意妄为、大放厥词是对？黑藤雄一，我给你定罪，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杀你。难道你就是5年前从江家逃跑的那只小蚂蚁？你早这么说，我就不伪装了。不错，我就是要入侵龙国，我就是要占据龙脉，我要登榜第1。100年前我就派人渗入你们龙国，因为江家不过是我宏图伟业的一颗棋子而已，我随时可以逆罪。黑藤雄一，怎么生气了？你能奈我何？今日我只要灭掉你这天门门主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侵入龙国，我就能迎接执宝，成为天下第1。今日我黑藤雄一就要踩在你们龙国人的身上，成为这世间绝顶。做梦！
是你们？拜见执榜人。江相流是执榜人？是谁规定天门门主和执榜人不能是同一？黑藤雄一，不好意思，你所谓的雄图霸业，从一开始便是一个笑话。未必，杀了你，夺走天榜，我照样是天下第一。黑皇，你疯了！擅闯龙国也是大罪，你还想对执榜人动手？不疯魔怎么当天榜第一？给我滚开！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区区一个天榜第9，怎么可能一招制服我们？这是我用异国龙脉换来的实力，只要有这种实力，我才有资本拿下天榜，拿下龙国。黑藤大人实力超群，定能一统千秋。我等愿受大人驱使。江相流，你是天门门主又怎样？你是执榜人又如何？只要有黑藤大人在，你注定是一条死狗。搞那么多身份有什么？这个世界是以实力为主。你还站在那干什么呀？还不快滚下来！相流，现在怎么办？如烟，不用害怕，他们所有人的命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都是一些小麻烦，我们先撤回。可是，如烟，你愿意加入吗？不愧是执榜，到现在还能处变不惊。不过是强装镇定罢了。黑皇大人，还请您拿下此人，以绝后患。只要今日我还活着，绝不会让樱花国贼子染指天榜。想要过去，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。既如此，我就用你的鲜血为我大樱花国祭旗，为我拿下天榜第一恭贺。今日我要斩尽天榜高手，夺走封神天榜，一剑战胜。相流，你快走！5年前，我江家满门被害，留我一人苟活。当时我便发誓，不再讨好。今日，我也不会再后退一步。好气魄，那就恳请执榜大人站在这里，等我一刀一刀砍死你。2剑弑父。相流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不错，我的剑很快，快到不会有任何改变。3剑灭魂。执榜人，到你了。如烟，你愿意加入？我愿意。3道心魔已去其2，黑藤雄一，就差你了。我有3心魔，本正已反，凭我受人欺辱之怨，取柳如烟，消我遭人背叛之恨。如今只剩下你，斩樱花狗，报我家破人亡之仇。就凭你，也配第4剑斩你！大人，惊讶吗？你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身份不重要，实力才是最关键的吗？那如今我有没有资格说话了？你们费尽心机谋划一切，不择手段的想要明登天榜。今日我就了却了你们这桩心愿，让你们在临死之前一睹天榜真容。天道有序，榜登万户，封神天榜。天榜，真是天榜，真是天榜啊！哈哈哈哈，是天榜。封神天榜，润泽万物。是执榜人，你们3人以命护榜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执榜人江相流，历经数劫，心魔已去，天人合一，现开天榜，封神天榜开！黄甫龙斗，铁拳无双，封天榜第5；司徒长青，剑道至真，封天榜第4；长孙玉，
护国有功，封天榜第3。我是天榜第2，我是天榜第2。江相柳，你不能杀我，我已得到天道的认可，你不能杀我。是吗？封神天榜封的都是有德之人，登的是有为之士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；上士不争，下士好争。你黑藤雄一，坏事做尽，有什么资格登榜啊？我有没有资格？你说了不算。不，我说了算。我今日便以这人道之剑斩你这樱花野狗，逆天道法则，改封神天榜。逆天而行，你是在找死！该死的是你！至于你们意图叛国，压下去，择日处斩。如烟，我说过，会让你明登天榜，让你享万世繁华，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大人，天榜虽然开启，可为什么第1名的位置却没有名字？还有何人没有登榜？当然是你了，托尔拜这师傅，还等什么？登榜！是。